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赚钱是世界上最好的修行。稻盛和夫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《活法》中，传递了一个核心理念。他强调，人无需寻求物质之外的遁世之路，因为日常工作本身提供了磨练灵魂的绝佳机会。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，更是一条通向精神性成长的道路。仅仅把工作当作混日子的手段，实则是对自我潜能的一种挥霍和辜负。每一天的劳作不应只是无意义的循环，而应是深度自我探索和提升的过程。把挣钱和日常劳作看作是向着个人修行和心灵成长迈进的步伐，是我们在这尘世奋斗中能够采取的最为崇高和明智的生活态度。这不仅仅是一种职业上的投入，更是一种对生活全面深入理解的体现。通过这样的实践，我们不仅仅在世俗中求生存，更在精神上寻求超越，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的生活境界。第一，修炼心态。在一场于华盛顿大学的演讲里，两位商业巨擘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回答了一个充满好奇的学生提问：怎样才能获得超乎常人的财富？他们的答复充满智慧。巴菲特坦诚地说，成功的秘诀意外的简单，与智商无关，一切都取决于理性的驾驭。比尔盖茨点头称赞，他非常同意沃伦的看法，认为一个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控制情绪的能力。那些真正伟大的人物，总是能用理智来驾驭他们的情感。让我们以乔布斯的经历为例，在他被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赶出后，他并没有选择放弃。那段艰难时期，他成立了 NXT 计算机公司，并投身于皮克斯动画工作室，继续追寻他对技术和美学的激情。正是这段被迫离开核心业务的岁月，锻炼了他的毅力和领导才能，最终使他得以凤凰涅槃，重返苹果公司，带领其进入一个创新的新时代。如乔布斯所言，有时候生活会用砖头拍你的头，不要失去信心。在面对职业生涯的这场暴风雨，他展现了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卓越的心态修养。莫言在《檀香刑》中写道，一个人越是成功，他所遭受的委屈也越多。想要让生命闪耀价值和光彩，就不能过分纠结于那些委屈，不能让他们牢牢控制你的心灵，搅扰你的生活节奏。在商业交易中，你可能会遇到难以讲理的客户，他们会不断地给你制造麻烦。在日常工作中，可能会遇到心机深沉的同事，他们在背后设局，让你背黑锅。这就是现实世界的真相。我们为每一分钱所付出的，不仅是汗水和劳动，还包括了对那些委屈与不公的承受与克服。无论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培养一个稳健的心态对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。只有通过坚强的意志和成熟的心态，我们才能在挑战面前保持从容，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新高峰。第二，深耕专业。曾国藩，这位清朝晚期的名将，因其军事和政治才能留名后世。其中，他的秘书罗伯仪因其卓越的文才和精湛的书法备受赞誉。据说，罗伯仪能在一天之内抄写过万字的奏折，且字字工整，篇篇无需修订。罕见的技艺让他赢得了高达30两银子的月薪，足见其专业技能的价值。这一历史片段揭示了一个真理：
个人的专业能力是其获得相应报酬的关键。转换一个场景，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中同样有人因深耕专业领域而脱颖而出。托马斯·爱迪生被誉为发明之王，他的故事是对上述真理的现代证明。爱迪生并不满足于一个简单的发明家的身份，他深知持续的创新和改进才是长久成功的关键。尽管他在学生时代的表现并不突出，但他对科学和发明的执着追求，以及在实验室里不懈的努力和实践，使得他最终拥有了超过1000项的专利。在他的早期职业生涯，爱迪生曾为电报公司工作，当时的电报技术正经历快速发展。他没有停留在当一名普通的操作员，而是投身于电报技术的改进，最终发明了多种电报设备，提升了电报的传输效率和质量。他的这种对专业技能不断精进的态度，为他赢得了门洛帕克的奇迹这一美誉。正如歌德所言，人的成就并不仅仅来自于他生来的才能，而是来自于他通过学习所获得的一切。爱迪生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无论是羡慕他人的成功，还是渴望自己的进步，关键在于不断学习，深耕自己的专业领域，不断创新。在这个以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中，个人的成就和收入往往取决于他们所提供的独特价值和专业能力。要想获得丰厚的回报，首先需要使自己具备相应的价值。第三，开阔眼界。常言道，智者注视未来，而短视者紧紧盯着眼前。人的抱负与眼界密切相关，其视野的宽广往往决定了人生的高度。深谋远虑之人不会被一时的小利所迷惑，他们的智慧犹如明灯，照亮着前路。在启发思考的佳作《管道的故事》中，我们得以洞察这样的真理。书中描述了意大利山村里2位青年百波罗和布鲁诺的故事。他们共享一个梦想，成为富有的人。2人接受了同样的工作，从河中打水至村广场的水缸，报酬是每桶水1分钱，赏罚分明。布鲁诺对此颇为满足，开始规划自己的未来，每日辛勤打水，辛勤攒钱，最终拥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房产。而百波罗则感到不满，他意识到这样辛苦的挣钱方式，就算日以继夜，能赚取的也有限。因此，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修建一条管道，直接将水源引至村庄。布鲁诺却对他现在的生活甚感满足，不愿意尝试任何改变。百波罗明白，铺设管道是一项长远投资，他决定一手挑水，一手筹建管道。起初，由于分心挖掘管道，百波罗的收入减少了，而布鲁诺则对此嗤之以鼻，嘲笑他的选择。但随着管道工程的完成，村里的水源直接得以引流，布鲁诺的工作岌岌可危。在那时，百波罗凭借着他的管道赚得金银满屋。我们的视野决定了我们的成就，若只固守眼前的小利，便可能失去遥远的巨大财富。开拓视野，坚持前行，终能够收获生命之中最宝贵的财富。第四，提升认知。在庄子这部东方智慧的典籍中，流传着这样一则寓言故事。宋国有个家族，世代以清洗棉絮为生。他们偶然发明了一种防冻疮的药膏，不料一位远见卓识的商人以100金购得其方。该家族欢欣鼓舞，以为100金已足够改变命运，因为通常他们洗衣所得甚微。
但这位商人的目光投向了更为宏远的商机，他将药方卖给了吴国，使吴国能够在严冬中取得对越国的胜利。因此，商人的财富雪球般滚大，而那家族仍旧守着他们的日常。有钱人和你想的不一样。这本书中探讨了财富原则，即个人的财富增长受限于个人成长的界限。这表明我们的认知决定了我们能够积累多少财富。以著名的富翁和投资家伦巴菲特为例，早年间，当许多人还在追逐短期内的股市利益时，巴菲特就已经意识到了价值投资的潜力。他不仅投资于那些估值合理的公司，而且注重企业的长期增长潜力和管理质量。这种前瞻性的认知让他在金融市场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。一个人的认知高度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财富的高度。拥有更深远洞察力的人，比普通人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质，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。因此，财富的积累实质上是个人认知能力的一种体现和转换。在美国商界，有一位被誉为佛商的商业奇才迈克尔·罗奇格西。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毕业生，在学成归来之前，曾远赴印度，沉浸于佛学的深奥精义之中，最终荣获佛学博士学位。迈克尔本希望能继续沉湎于佛理的探索，然而他的师父却给了他不同的指引。生活的喧嚣，办公室的忙碌，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修行场所。师父如是说，你这些年汲取的智慧，唯有在那样的炉火纯青中，才能得到真正的检验。正是这样的生活哲学，让迈克尔深刻体会到，生活本身就是一场修行，而这修行的精髓，莫过于在职场中的奋斗与尽责。当我们一一跨过事业发展的重重障碍，我们的人生便能攀登至更高的境界。不妨点赞、订阅和分享我们频道，将这份勉励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一同在生活的修行路上不断精进，共同进步。